少年刚睁开眼就感觉前后火辣辣的疼，看着身后架着双枪的尸兽人，猛地意识自己正在经历正什么，他挣扎。大哭也无济于事，沈文猛地睁开眼睛，瞬间感到每一寸骨骼都在疼痛，艰难地动了动身体，一阵剧痛袭来，让他忍不住闷哼一声，这是哪？眼中闪过一丝迷茫之色，他的记忆还停留在被丧尸潮包裹的最后一刻，随后陌生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脸色有些发青。他穿越到了一个危险的原始大陆，而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叫做阿文，是一只被驱逐出狼群的毒狼。沈文闭上眼睛，消化着这些信息，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荒凉。他本是末世中挣扎求生的人类，拥有罕见的治疗异能，却在一次尸潮中力竭而亡，没想到竟然穿越到了这个原始大陆，成了一只毒狼兽人。沈文再次睁开眼，眼神变得锐利，不管怎么样，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沈文集中精神，试图调动体内的异能，随后感觉到一股微弱的暖流在体内缓缓流动，逐渐流向伤口。沈文愣了一下，随即心中涌起一阵狂喜，太好了，虽然效果微弱，但他的异能至少还在，他能感觉到左腿的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下一秒心脏处传来一阵刺痛，沈文的脸色瞬间无比苍白，不行，现在的异能非常微弱，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虚弱感之后，饥饿感也随之袭来，肚子发出了咕噜噜的叫声，他咬咬牙，必须尽快找到食物补充体力，否则就算伤口能够愈合，他也会活活饿死。他扶着冰冷的石壁，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山洞，洞外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他努力辨认着方向，朝着记忆中可能有猎物的地方走去。沈文小心翼翼地在森林中穿行，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突然，沈文的目光定格在一处灌木丛中，他看到了一只灰色的野兔正在那里啃食着嫩草。沈文屏住呼吸，放轻脚步，缓缓地朝着野兔靠近。就在他准备扑上去的时候，野兔似乎察觉到了危险，猛地抬起头，四目相对。他想要逃跑，但已经晚了。沈文猛地扑了上去，野兔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拼命挣扎。沈文死死地按住它，不给它任何逃脱的机会。很快，野兔的挣扎越来越弱，最终停止了呼吸。沈文大口喘息着，下一秒，一匹黑灰色的狼出现在了森林之中，低下头撕咬着野兔的皮肉，大口吞咽着，直到将整只野兔都吞进了肚子。沈文舔了舔嘴角的血迹，站起身来，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森林中开始响起各种奇怪的声音，夜晚的森林更加危险。他现在是个瘸子，很难进行战斗，必须尽快回到山洞。回到了山洞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黑狼摇晃着走进山洞，本能的蜷缩在角落里，闭上眼睛，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沈文决定做一个陷阱，但每挖一下都会一阵剧痛。但沈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坚持着。终于，一个深约2米、直径约1米的陷阱出现在眼前。他找来一些树枝和藤蔓，将陷阱的入口完全遮盖起来。沈文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陷阱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等待猎物上钩了。拖着疲惫的身躯，一瘸一拐地走到不远处的一处草丛中，警惕地注视着陷阱的方向。就在沈文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阵细微的响动从陷阱的方向传来，那是一只猪，一只浑身粉红色、体型肥硕的猪。沈文心中一喜，猎物上钩了。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只粉红色的猪。突然，那只猪脚下一空，发出一声惊恐的嚎叫，掉进了陷阱里。沈文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从草丛中跳了出来，朝着陷阱冲去。他捡起一根削尖的木棍，对准陷阱里的猎物狠狠地刺了下去，一下又一下。沈文喘息着，看着陷阱里已经死透的皮皮猪，沈文直接变回了狼形，狼吞虎咽地吃着。就在这时，一阵细微的响动从不远处的草丛中传来，咔嚓，那是树枝被踩断的声音。沈文猛地抬起头，锐利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他嗅到了陌生的气味，沈文心中一凛，立刻做出了攻击的姿态。他压低身体，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草丛一阵晃动，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快速逃离。沈文立刻判断出对方的体型不大，应该没有什么威胁。捕猎的本能瞬间被激发，沈文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朝着草丛晃动的方向追去。几个起落间就已经追上了逃跑的家伙。啊一声稚嫩的惊叫在森林中响起，沈文看到一个矮小的身影跌倒在地上，正惊恐地看着他。那是一个孩子，看起来只有4、5岁的样子。小男孩穿着兽皮制成的衣服，头顶一双棕黄色的耳朵，此刻却充满了恐惧。沈文愣住了，他低头居高临下地看着眼前这个瑟瑟发抖的小家伙，绿色的瞳孔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落单的兽人幼崽。沈文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移开了视线。滚！沈文低沉的声音在森林中响起，他没有再看小男孩，转身朝着原来的方向走去。他需要进食，需要补充体力。随后专心致志地撕咬着皮皮猪的肉，感受着那肥美的肉块在口中融化的滋味。但是沈文的余光却始终注意着周围的动静，他能感觉到那个小家伙并没有离开。果然没过多久，一阵细微的声响再次从身后传来。沈文装作不知道，吃饱后便离开了。突然他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去，那个狮子兽人幼崽正偷偷地跟在他的身后，直到快要走到山洞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你到底要干什么？他忍这个小逼嘎已经很久了。小幼崽被沈文突然的问话吓了一跳，缩在草丛里不敢动弹。沈文心中的怒气升起，别再跟着我了，再跟着我就吃了你。沈文不想再跟他浪费时间了，他转身就走，四肢奔跑了起来。可下一秒，风声裹挟着一阵哭声钻入了沈文的耳朵，他烦躁地在原地转了2圈，还是认命般的朝着哭声传来的方向走去。饿狼拨开草丛，看见了那个小小的身影，幼崽蜷缩在地上，小小的身体一抽一抽的，眼泪鼻涕
呼了一脸，他发现沈文折返了回来，身形瑟缩了一瞬，那撕心裂肺的嚎声也渐渐减小。沈文的狼脸上闪过一丝无奈，我只会收留你一个晚上。低沉的嗓音在黑夜里响起，又在抽噎了一下，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沈文，却发现沈文已经转身走了。他呆愣了一瞬，随后赶忙跟了上去，保持着跟沈文5、6米的距离，一大一小就这样回到了山洞。沈文朝着幼崽招了招手，幼崽犹豫了一下，还是挪动着小小的身体，慢慢地蹭到了沈文的身边。沈文看着金可怜巴巴的样子，有些无语。你叫什么名字？金被沈文突然的问话吓了一跳，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小声回答道金。沈文重复了一遍，你怎么会在森林里？我抓蝴蝶，然后迷路了。金的声音越来越小，头也越来越低。沈文真有些哭笑不得。不过这话沈文听起来虽有些搞笑，可对幼崽来说可是一个噩耗。你是哪个部落的？沈文继续问道。闻言金愣了一下，仔细在脑海回想起阿母告诉他的话，才回答到太阳部落。太阳部落，沈文皱起了眉头，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啊。沈文思索着，忽然沈文的瞳孔猛地一缩，神色凝重地看向了金。太阳部落，凯尔的部落。该死，他好像捡来了一个大麻烦。太阳部落是这片大陆上最强大的部落之一，而太阳部落的首领凯尔更是被兽人们誉为兽神之子，实力深不可测。传闻中，凯尔能够独自猎杀山岳般巨大的猛犸巨兽，他的吼声能震碎岩石，即便是最凶猛的野兽，在凯尔面前也只能瑟瑟发抖。如果被太阳部落的人发现他和金在一起，恐怕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想到这里，沈文脸色不太好，不行，明天必须让金离开。第二天，沈文被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吵醒，他睁开眼睛，活动了一下身体，像往常一样使用异能治疗着左腿。处理完伤口，沈文转头看向还在熟睡的金，小家伙蜷缩在角落里，睡得正香，口水都流出来了。沈文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未醒醒。沈文用爪子轻轻推了推金，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茫然地看着沈文。该走了。沈文的声音低沉而冷漠。金愣了一下，似乎才想起自己身处何处。他看了看沈文，理解了沈文的意思，看了看洞口外茂密的森林，眼中闪过一丝恐惧。金低下头小声地说道，我不敢。沈文的眉头皱了起来，不敢。他当然知道金在害怕什么，我不能一直留着你，你必须自己回去。沈文的声音不容置疑。金抬起头，眼巴巴地看着沈文，眼中充满了祈求。不行。沈文斩钉截铁地说道，气氛一时有些僵硬。随后沈文叹了口气，我先带你出去找吃的，吃完后我会把你送到太阳部落的周围，之后剩下的路你就自己走。金的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又暗淡下去，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白天的森林比起黑夜安全些许多，但沈文的行动仍然很警惕隐秘。金乖巧地跟着。就这样，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沈文停下了脚步，他耸了耸鼻尖，追寻着气味判断方向。然而这次却是闻到了另一种味道，带着血腥气，荷尔蒙堪称狂暴，瞬间令他头皮发麻。沈文阴鸡般裹住金，躲避了起来，兽瞳轻颤，这里有非常危险的家伙。瞳孔微微收缩，作为狼的本能让他瞬间警觉起来，这绝不是卡安兽那种温顺的食草动物能散发出来的，倒像是同类，而且是极为强大的同类。沈文下意识地压低身体，将金护在身后，他全身的肌肉紧绷，每一根毛发都竖立起来。怎么了？金察觉到了沈文的异样，小声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沈文没有回答，只是示意他噤声。他努力嗅闻着空气中的味道，试图分辨出更多的信息。沈文有些疑惑。就在这时，那股气味突然变得浓烈起来，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快速靠近。沈文的耳朵动了动，他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以及粗重的喘息声，汪汪汪，几声低沉的犬吠突然响起，打破了森林的宁静，也让沈文瞬间变了脸色。不是狼，是猎狗！快跑！沈文低吼一声，转身就想带着金逃离，然而已经晚了。几只体型巨大的猎狗从树丛中窜了出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猎狗毛发杂乱，身上布满了污垢和伤疤，一双双黄褐色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和凶残的光芒。为首的一只猎狗尤其强大，散发出来的气场逼人至极，脖子上有一圈黑色的鬃毛，看起来格外狰狞。惊吓的脸色苍白，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下意识地往沈文身后躲。沈文将金紧紧护在身后，露出尖锐的獠牙，警告着这群不速之客。哦，瞧瞧我发现了什么！一只落单的小狮子，和一条漂亮的小狗，这是一群猎狗兽人。脑海一连串的信息浮现，沈文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猎狗们会出现在这里，他们是被金的气味给吸引过来的。阿黛尔！沈文脸色难看，将金牢牢挡住，嘴里朝着那些蠢蠢欲动的猎狗发出低吼。这片森林外的草原霸主无疑是太阳部落，但一个强大的王朝必然也会有一个强劲的敌人。猎狗部落及阿黛尔部落，他们的女王阿黛尔是个疯狂的雌性兽人，是南部这片区域唯一一个敢于挑衅凯尔并且热衷于此的兽人。他甚至会专门狩猎太阳部落的幼崽。沈文德承认有些后悔送金一程了，原身的记忆没错，这些狮子一直都是麻烦的源头。话虽如此，沈文却丝毫没有从金身前离开的意思。看来这位可爱的小狗认识我。阿黛尔歪了歪脑袋，他的视线注视着沈文，朝前迈了一步。沈文愤怒吼道，别过来！阿黛尔笑眯眯的，用一种看戏的眼神看着沈文。他身后的猎狗们也发出阵阵低吼。沈文四肢着地，身体紧绷，像一张拉满的弓，随时准备发出致命一击。小狗狗别这么紧张嘛！阿黛尔的声音轻佻，像是真的在逗弄一只小猫小狗。我只是想尝尝鲜，毕竟太阳部落的幼崽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吃到的。沈文的瞳孔猛地收缩，他知道阿黛尔说的是金。该死的，这些猎狗果然是为了金而来。做梦！沈文低吼，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先发制人，只要控制住阿黛尔，就还有活的希望。他猛地扑向阿黛尔，速度快得惊人，但阿黛尔似乎早有准备，他轻巧地向后一跃，躲过了沈文的攻击。下一秒，阿黛尔身后的猎狗们一拥而上，将沈文团团围住。沈文陷入了苦战，他挥舞着爪子，每一次攻击都带着凌厉的风声，可猎狗们数量太多，而且配合默契，沈文身上很快就出现了伤痕，鲜血染红了他的毛发，但他没有退缩，反而越战越勇。真顽强啊，小狗狗！阿黛尔的声音再次响起，
带着一丝赞赏。不过你又能坚持多久呢？沈文没有回答，他只是更加疯狂地攻击，自己必须速战速决。嗷呜！沈文仰天长啸，声音中充满了悲壮。他用尽全身力气，硬生生冲破猎狗群的包围，朝着阿黛尔扑去。然而阿黛尔怎么可能让他如愿？他狞笑着，身形一闪，再次躲过了沈文的攻击。没用的，小狗狗！阿黛尔的声音冰冷，你今天注定要成为我的食物。沈文的眼中闪过一丝绝望，他的后腿实在是巨大的漏洞。就在沈文以为游戏结束的时候，一道粗重的呼吸声猝不及防间钻入了他的耳朵，一声接着一声，仿佛战鼓雷动在沈文的心头，让他每一根神经都绷紧到了极致。沈文甚至能感觉到空气都在微微颤动，那是比阿黛尔还要强大数倍的威压。吼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充满威严的吼叫，一道金色的身影如同闪电般从密林深处冲出，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瞬间降临战场。那是一头雄狮，一头体型巨大、威风凛凛的雄狮，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几乎要将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一层金色的光辉。它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更是如同实质般扩散开来，将整个战场都笼罩其中。原本还在围攻沈文的猎狗们，在这股强大的气势压迫下，纷纷发出惊恐的呜咽，夹着尾巴向后退去。就连阿黛尔也忍不住后退了几步，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他死死盯着那头突然出现的雄狮，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凝重和警惕。首领大人！金看到凯尔，原本惊恐的表情瞬间被惊喜取代，他兴奋地叫了一声，就朝着凯尔跑去。凯尔默认着金的行为，视线落在了猎狗群的身上，他跟随金的气味追寻而来，却正巧看到了不知死活的家伙们，一群肮脏的猎狗。凯尔没有说一句话，而是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缓缓抬起前爪，锋利的爪子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吼！凯尔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声浪滚滚，庞大的身躯跃入猎狗群中，展开了一场单方面的杀戮。砰砰！几只离得最近的猎狗直接被凯尔一掌扇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树干上，当场毙命。有的猎狗鼓起勇气上前，却转瞬就被凯尔的獠牙刺穿了咽喉，一命呜呼。阿黛尔见状，知道大势已去，他狠狠地瞪了凯尔一眼，最终还是带着残余的猎狗狼狈地逃离了战场。废物！凯尔看着猎狗们逃窜的背影，不屑地吐出2个字，目光缓缓转向了沈文。沈文瞬间屏住呼吸，金赶忙上前，生怕产生一些误会。首领大人，是他救了我。凯尔没说话，他老远就听到了沈文和猎狗群厮杀的声音，加上金的态度，不难拼凑出事件的经过。一只独狼单枪匹马就敢挑战阿黛尔，虽然狼狈不堪，但这份勇气倒是让凯尔有些意外。凯尔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沉默着，没有做出任何评价。这不明的态度不止让沈文警惕，连金也紧张了起来，在一旁手足无措。沈文抬起头，迎上那双金色的眼眸，承受着其中散发的审视和压迫感，只是压低身子，随时做好殊死一搏的准备。他知道在凯尔面前，任何示弱都是徒劳的。凯尔的目光从沈文的头顶一路扫到他的尾巴，此刻的沈文就像是一只被雨淋湿的、狼狈不堪的流浪狗。但奇妙的是，凯尔莫名觉得这只流浪狗有种微妙的吸引力。凯尔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沈文，那眼神让沈文感到一阵阵的心悸。他不知道凯尔想做什么，但他知道自己必须保持警惕。嗷呜！沈文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吼，试图警告凯尔不要靠近。凯尔听到沈文的低吼，眼中闪过一丝玩味。沈文察觉到了其中的变化，更加警惕地盯着凯尔，他的身体紧绷，随时准备逃离。凯尔看着沈文那副紧张的样子，突然觉得有些好笑，随即伸出了前爪。沈文还未来得及反应，那只爪子就已经按在了沈文的背上。凯尔缓缓低下头，靠近沈文，用低沉而充满磁性的声音说道：“别朝我龇牙，小东西。”凯尔的声音很轻，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沈文的身体僵得不行，他能感觉到凯尔的爪子上传来的巨大力量，只要凯尔愿意，随时都可以将他撕成碎片。沈文的眼中闪过一丝屈辱，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他缓缓放松身体，不再紧绷，这是一种隐晦的顺从。凯尔见状，满意的眯了眯眼，收回了前爪，再次打量了沈文一番。走吧，凯尔突然说道。沈文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凯尔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他看了看凯尔，又看了看金，随后毫不犹豫的转头，一瘸一拐的朝着森林深处走去。凯尔看着沈文离去的背影，金眸映射着微光，看不出在想什么。一会儿他转过头看着金，语气带了些严厉：“以后不许乱跑，知道了吗？”金看着凯尔，乖巧地点了点头：“跟我回去。”凯尔说完，转身朝着太阳部落的方向走去。金连忙跟上，一大一小2道金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森林之中。沈文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一瘸地回到了山洞。他感到一阵阵的虚弱，身上的伤口火辣辣的疼，每走一步都牵动着神经，尤其是那条断掉的后腿。他终于支撑不住，一头栽倒在自己用干草和树叶铺成的简陋床铺上。柔软的干草，闭上眼睛，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凯尔的身影。沈文厌恶这种感觉，他不喜欢被轻视，更不喜欢被当成玩物一样戏弄。他讨厌凯尔那种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态度。沈文强迫自己不去想凯尔，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调动体内的治疗异能。那些细小的伤口在这股能量的滋养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因为这次的战斗，一朝回到解放前，沈文有些无奈，看来短时间内自己是无法恢复到最佳状态了。他睁开眼睛，看着洞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对未来的迷茫，有对自身弱小的无力，也有对新生活的一丝期待。他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就必须努力活下去。他要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活出自己的精彩。第二天，他睁开眼睛，感到身体轻松了许多，虽然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但已经不影响行动了。他起身走出山洞，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阳光的温暖，心情也随之明朗起来。沈文沿着熟悉的路线来到一片茂密的草丛中，他熟练地拨开草丛，开始寻找合适的地点设置陷阱。他用树枝和藤蔓制作了几个简易的陷阱，并在上面覆盖上树叶和泥土。设置好陷阱后，沈文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在森林里寻找。他需要构建一个家，
家。第一步，他要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那些生肉再怎么吃味道也就那样了。沈文的鼻子在空气中嗅了嗅，他很快就发现了一株结满了红色果实的植物，那些果实看起来像极了前世的枸杞，但个头更大，颜色也更鲜艳。沈文摘下一颗，放进嘴里尝了尝，味道酸甜可口，带着一丝淡淡的清香。他摘了许多，放进用藤蔓编织的简易篮子里，继续往前走。沈文又发现了一片生长着紫色叶片的植物，那些叶片闻起来像是薄荷。沈文有些不确定，他摘下一片叶子，仔细观察。沈文怕它有毒，想了想，先摘了一些回去，等会可以先拿猎物们试试水。沈文还找到了一些可以用来制作工具的材料，他找到了一些坚硬的石头，准备用来制作石刀和石斧。他还尝试了一下，用纯粹的力量想在一块大石头中间掏一个洞，结果居然成功了。这下碗和锅就能凑合了。沈文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山洞，他将采集到的东西一一摆放在洞口。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制作出了一把锋利的石刀和一把坚固的石斧。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沈文起身前往之前设置陷阱的地方。他远远的就看到其中一个陷阱里有一只野兔正在挣扎。沈文走过去，将野兔从陷阱里取出来，结束了他的生命。其他的陷阱里也捕获了几只小动物。沈文带着猎物回到山洞，将采集来的香料给野兔先试了试毒，放着观察大约2个小时，确定了没问题后，抬手送了野兔上路。他将野兔剥皮清洗干净，然后用石刀将兔肉切成小块，放入兔肉和一些采集到的香料，放入石锅煮。随着火苗的舔舐，陶锅里的水渐渐沸腾起来，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沈文又用石碗盛了一些肉汤，放凉后慢慢的喝了起来。肉汤的味道虽然比不上前世的菜肴，但在这原始的环境中已经算是难得的美味了。沈文吃饱喝足，感到一阵满足。他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工具和食物，心中充满了喜悦。望了望山洞，又决定做个门。他用石斧砍伐了一些树木，将树干劈成木板，然后用藤蔓将木板固定在一起，制作成一扇简易的木门，将木门安装在洞口。沈文看着自己的杰作，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躺在干草铺成的床上，闻着淡淡的木头香味，感到一阵阵的安心。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但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家。沈文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了生活。少年又犯毛病了，刚刚送走一个兽人幼崽，转头又捡了个独眼兽人幼崽。沈文正独自走在茂密的森林里，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是他之前发现的一处盐矿。当他终于到达盐矿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这是一处裸露在地表的盐矿，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沈文小心地采集了一些盐矿，放进兽皮包里，随后望了一眼幽暗的森林。他决定今晚就在这里过夜，明天再返回山洞，找了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用干草和树枝简单地铺了一个床铺，变成狼形抵御冷风。没多久便进入了梦想。流星划过天际，在无边的寂静之下，一双眼睛悄然从黑暗的角落里亮起，仔细地凝视着沈文。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一个最佳的时机。他迫切地需要食物来维持自己虚弱的生命，而那个散发着诱人香味的兽皮包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紧张的心跳，然后他动了，像一道黑色的闪电，他从灌木丛中窜出，以最快的速度扑向那个兽皮包。靠近一瞬，立刻用嘴叼住兽皮包的边缘，就要悄无声息地离开。然而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他看到了一双眼睛，一双琉璃般剔透却冰冷无情的眼睛，是沈文的眼睛。偷窃行被抓伤了个正着，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计划和侥幸都在这一瞬间被击得粉碎，身体像被施了定身咒一般无法动弹。啪嗒，兽皮包从他的嘴里滑落，掉在了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他全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身体微微颤抖着，那是恐惧到了极点的表现。他不自觉往后退了几步，他发现沈文正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沈文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幼崽，有着金这样的前车之鉴，他是不敢再捡小孩了。”想到这里，沈文从兽皮包里掏出一块肉干，扔到了小家伙的面前。滚圆点，沈文冷冷地说道。扔完了肉，便走到干草上，重新酝酿睡意。小家伙愣愣地看着地上的肉，又看了看沈文，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难以置信。他犹豫着，目光始终在肉和沈文身上来回看，最终饥饿还是战胜了不安。他小心翼翼地走到肉前，用鼻子嗅了嗅，眼神紧盯着沈文，一口叼起肉，转身就跑，速度很快，几乎是眨眼间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第二天，沈文从睡梦中醒来，脸上还带着困意，托做完那个黑豹幼崽的福，他睡了一个烂觉，揉了揉眼睛。沈文看了眼自己的兽皮包，里面的矿石和肉堆积在一起，沉甸甸的。他将兽皮包重新背好，准备离开这里，返回自己的山洞。他沿着来时的路，朝着森林深处走去。走了没多久，他突然停下了脚步，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那是血腥味，还有皮皮猪的味道。顺着味道传来的方向前进，拨开茂密的树叶，很快就看到了让他惊讶的一幕：两只皮皮猪正围着一个瘦小的身影，发出阵阵嘶吼，而那个被围攻的身影，正是昨天晚上那个偷他食物的兽人幼崽。那只幼崽正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身上已经布满了伤痕。抬头间，他看到了沈文，两只一大一小的眼睛在空中对视，幼崽瞳孔一缩，露出惊惧之色，但碧绿的瞳孔中却还流动着一丝微不可察的期待。沈文看着他，神色冷漠，随后在幼崽的目光下移开了视线，转头消失在了草丛之中。幼崽眼神中的希望瞬间破灭，凝视着眼前这两只虎视眈眈的皮皮猪。小幼崽呲起牙，打算靠自己做最后一搏。就在他做好必死的准备时，一道黑影瞬间从边上的草丛飞窜了出来，一只黑灰色巨狼身形飞跃在半空，快如闪电。两只皮皮猪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出哼哼声，就被巨狼锋利的爪子和獠牙瞬间撕碎。幼崽呆愣着站在原地，他看着沈文从狼形变成人形，抬手将两只已经死去的皮皮猪扛了起来，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幼崽看着沈文离开的背影，原地静坐了好一会儿，随后像是下定了一种决心，一瘸一拐地朝着沈文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沈文扛着两只皮皮猪，沉重的分量压在他的肩上，但他脚步十分稳健。他一边走一边调动体内微弱的异能，缓缓流向左腿的旧伤处。身后不远处，那个瘦小的
的黑影一直追着，窸窸窣窣的轻微响动暴露了他的位置。沈文没有回头，也没有驱赶，他只是漠然的继续前行。但事实上，他正在懊悔。虽然他扛着的2只皮皮猪营造出了一种是为了捕猎而不是为了救人的假象，可越想越觉得有点假，又不是白痴，怎么会看不出来？瞧那小东西在后头屁颠屁颠的样子，自己又因为一时的心软干了件蠢事，该死的！这要是在末世他就不会这么干。说到底还是因为日子好过一点了，就又开始犯以前的老毛病。时间一点点流逝，他走了很久，久到林间的鸟鸣声渐渐稀疏，光线也开始变得昏暗。沈文停下了脚步，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又估算了一下距离自己山洞的路程，看来今天之内是不可能到家了。夜间的森林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尤其是在他还带着2只能吸引来掠食者的猎物的情况下。他瞥了一眼身后不远处的阴影，那个小东西还在跟着。沈文心里闪过一丝不耐烦，他走到一小片相对开阔的空地，将肩上的2只皮皮猪扔在地上，然后他开始熟练地收集干枯的树枝和落叶。很快一小堆篝火被点燃了，沈文抽出腰间用兽骨打磨的简易小刀，开始处理其中1只皮皮猪。在篝火的烘烤下迅速弥漫开来，油脂滴落在火焰上，发出滋滋的声响，香味更加诱人。不远处的灌木丛后，那只黑豹幼崽蹲在那里，鼻子不断地耸动着，捕捉着空气中那让他无法抗拒的香味，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口水不受控制地从嘴角滴落下来。幼崽强忍着没有上前，沈文旁若无人地烤着肉。很快一大块烤肉散发出的焦香气味浓烈至极，沈文撕下一条烤得外焦里嫩的后腿，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吃饱之后，火堆上的烤肉还剩下了一大半。沈文擦了擦嘴角的油渍，站起身，将另一只未经处理的皮皮猪重新扛到肩上，走到旁边一棵看起来异常粗壮，他手脚并用，凭借着人形的灵活性和力量，敏捷地爬上了大树。他在距离地面大约7、8米高的一处粗壮分叉上停了下来，将皮皮猪固定在旁边的树枝上。他找了个相对舒服的姿势，靠着树干闭上了眼睛，打算就在这里休息一晚。树下那只黑豹幼崽看着沈文消失在茂密的树冠中，愣了好一会儿。篝火还在燃烧着，那剩下的大半块烤肉就放在火堆旁，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幼崽又等了一会儿，确认树上那个强大的兽人似乎真的不打算下来了，也没有再关注他。他小心翼翼地从灌木丛中探出头，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四周。他慢慢地靠近火堆，来到那块烤肉前，先是低头用力嗅了嗅，然后抬头望了一眼沈文所在的那棵大树的方向，见没有任何动静，他不再犹豫，低下头狼吞虎咽地啃食起来。风卷残云般，那一大块烤肉就被他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骨头。吃饱喝足，幼崽舔了舔嘴边的油渍，感觉身体也暖和了不少。他看了看依旧在燃烧的篝火，又抬头看了看沈文栖身的那棵大树，望了望周围。他走到沈文那棵大树旁边，选了一棵看起来稍微细一些的树，尝试着往上爬。但是他太虚弱了，他试了几次，却只能爬上不到半米的高度，然后就无力地滑落下来。试了几次都失败后，幼崽停了下来。他抬头望着高高的树冠，又看了看沈文所在的那棵大树，在树下徘徊了一会儿，最终幼崽放弃了爬树的打算。他走到沈文栖身的那棵大树底下，紧挨着粗壮的树根，蜷缩起身体，闭上了眼睛，很快就沉沉睡去。树上沈文靠着树干，并没有完全睡着，下方幼崽爬树的动静他都感知得一清二楚，但他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更舒服一些，继续闭目养神。天色刚露出鱼肚白，林间弥漫着潮湿的薄雾，一丝极细微却异常清晰的危险感，如同冰冷的针尖，刺破了沈文浅眠的意识。他猛地睁开了眼睛，瞬间扫视着下方被雾气笼罩的林地，周围安静的有些反常，连平日里清晨常见的鸟鸣都消失了，只有薄雾缓慢流动时。沈文屏住了呼吸，伏在粗壮的树枝上，如同一尊蓄势待发的雕像，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知道，在这样能见度极低的环境下，率先暴露位置的一方往往会陷入被动。他在等待，等待那隐藏在雾气中的危险主动现身。树下黑豹幼崽依然蜷缩在树根旁，睡得正沉。突然，一阵细碎急促的摩擦声从不远处的雾气中传来，声音越来越近。沈文的目光骤然锁定声音传来的方向，肌肉微微绷紧。下一秒，一道暗红色的影子猛地刺破白雾，带着一股腥臭的气息，直扑树下熟睡的黑豹幼崽。那是一条体型巨大的蜈蚣，身长几乎有成年兽人的小臂那么长，甲壳在朦胧的光线下泛着令人不适的油亮光泽，密密麻麻的节足滑动着地面，电光石火间，沈文从粗壮的树枝上猛然跃下，下落的瞬间，他的身体在半空中迅速扭曲膨胀嗷呜，一声低沉的狼嚎撕裂了晨雾，伴随着沉重的落地声，一头体型矫健毛色黑灰的巨狼狠狠地将那条即将触碰到幼崽的蜈蚣踩在了脚下。巨大的冲击力让地面都微微震动了一下，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和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惊得浑身僵硬。他猛然惊醒，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几乎要贴上他脸颊的狰狞可怖的蜈蚣口气。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他，让他四肢发软，瘫在原地，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被沈文的狼爪死死踩住的巨型蜈蚣剧烈地挣扎起来，上百对节足疯狂地滑动，试图摆脱束缚。沈文低吼一声，利爪深陷入蜈蚣坚硬的甲壳缝隙中，巨大的咬合力精准地锁定了蜈蚣靠近头部的脆弱连接处。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巨型蜈蚣的头部被沈文的狼吻狠狠咬碎。战斗结束得很快，这条巨型蜈蚣虽然对于幼崽来说是致命的威胁，但在沈文面前显然不够看。沈文松开嘴，嫌恶地甩了甩头，试图甩掉嘴边沾染的黏腻汁液。蜈蚣的血液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和粘稠感，让他感到一阵生理性的不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被染脏的前爪，烦躁地用爪子蹭了蹭地面，却无法完全清理干净。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旁边瘫软在地瑟瑟发抖的黑豹幼崽身上，小东西仅剩的那只眼睛瞪得大大的，瞳孔因极度的恐惧而缩成了细细的一条线，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看着幼崽这副被吓破了胆的模样，沈文心头隐隐有些烦躁，真是个麻烦。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带着明显不耐烦意味的鼻息声，黑灰色的巨狼身形开始收缩，骨骼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响，很快变回了
了那个黑发绿眸、身材挺拔的兽人形态，他皱着眉，忍着不适感，走到幼崽面前，伸手直接拎起了幼崽后颈的软肉。喂，叫什么名字？也被他盯得浑身发毛，谨慎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茫然。过了好几秒，颤抖着回答：也。沈文重复了一遍，眉头微蹙。哪个部落的？某人给的印象太深，以至于沈文非常忌惮类似的事情，也似乎被这个问题问住了，眼神更加暗淡。他低下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我没有部落，没有部落。沈文追问，语气更加锐利：那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野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他小声的解释着：我被父母扔掉了，是森林里一只母豹捡到了我，把我养大的。沈文沉默的听着，绿色的眼眸审视着眼前这个瘦小脆弱、满眼惊恐的幼崽，他能判断出，也没有说谎。沈文微垂眼眸，确定了也并非什么狠角色的失踪幼崽，只是一个单纯的弃儿。沈文心里的最后一丝顾虑也打消了，他松开了拎着野后颈的手，让幼崽重新落回地面，但小家伙腿软的依旧站不稳。沈文不再多言，伸出另一只手臂，不算温柔的将瘦小的黑豹幼崽一把捞了起来，夹在臂弯下。我叫沈文，你就先跟着我吧。野的身体僵硬，怯怯的看了眼沈文，最后只是顺从的蜷缩着，不敢乱动。沈文一手扛着猎物，一手夹着幼崽，辨认了一下方向，迈开长腿，朝着自己山洞的方向走去。走了大半天，空气也变得温暖干燥起来，周围的景物越来越熟悉，视野逐渐开阔起来。终于他从森林中出来了，不远处的山崖上，那个被木门所封挡的山洞被藤蔓半遮半掩，显得十分隐蔽。沈文加快了速度，一直紧绷的肩膀机不可察的放松了一瞬，他迈步走进山洞，将肩上的皮皮猪扔在靠近洞壁的一块空地上，他才将手臂下的小东西放到地上，也踉跄了一下，才勉强站稳。仅剩的那只眼睛警惕又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洞穴。沈文没理会他，转身从角落里拿起一个用藤条编织的看起来颇为结实的宽口篮子，他拎着篮子回头看向还愣在原地的幼崽，言简意赅地命令道：跟我来。也瑟缩了一下，绿眸中闪过一丝犹豫，但最终还是迈开细弱的四肢，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一人一崽沿着山洞旁一条小路往下走，很快潺潺的水声传来，一条清澈的小河出现在眼前。沈文指了指河水，对也说道：洗洗。也看着流动的水面，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后缩了缩，喉咙里发出细微的呜咽声，眼中充满了恐惧。沈文皱了皱眉，看着幼崽这副连水都怕的模样，心里那点不耐烦又冒了出来。他率先走进河里，示范性地举起一盆水泼在自己手臂上，也依旧僵在岸边，小小的身体微微颤抖，不敢靠近。沈文啧了一声，几步跨回岸上，再次伸出手，不由分说地将也整个捞了起来。乌野吓得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四肢徒劳地在空中蹬踹。沈文无视他的挣扎，将他牢牢抱在怀里，重新走入河中。别动！他一手固定住不断扭动的小家伙，另一只手开始笨拙地帮他清洗身上的污垢和干涸的血迹。幼崽的身体瘦得可怜，隔着湿漉漉的皮毛都能摸到清晰的肋骨。沈文感觉到怀里的小东西抖得越来越厉害，他低头看着那颗湿漉漉耷拉着耳朵的小脑袋，这么怕水，也猛地把头埋得更低，不敢看他。细细的尾巴尖无意识地蜷缩起来。沈文手上动作不停，又补了一句：胆子这么小。怀里的幼崽身体瞬间僵硬了一下，脸上也露出些羞窘。沈文没再说话，加快了速度，将幼崽身上的脏污大致冲洗干净，然后把它放到岸边一块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大石头上。接着他自己也快速地清理了一下，他拿起放在岸边的藤筐，走到河水较浅、水流稍缓的地方，他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水下，动作迅捷如电。没过多久，几条活蹦乱跳、鳞片在阳光下闪着荧光的肥鱼就被扔进了藤筐里。沈文熟练地捡拾了一些干燥的树枝和枯叶，用火石很快升起了一小堆篝火，将处理好的鱼用削尖的树枝串起来，架在火上慢慢烤着。很快油脂滴落在火焰上，发出滋滋的声响，诱人的鱼肉香味开始弥漫开来。蜷缩在石头上的野悄悄抬起头，谨慎的独眼望着火堆上逐渐变得金黄的烤鱼，肚子不争气地发出了咕噜一声。沈文敏锐的听觉立马就捕捉到了，笑了起来，拿起一条烤好的鱼，朝着野招招手，过来吃饭。也舔了下鼻子，随后有些拘谨地走了过去。而在河对岸不远处的茂密草丛里，两个小小的脑袋正小心翼翼地探出来，那是两个狼族幼崽，一个皮毛颜色稍浅，眼睛滴溜溜转，显得格外活泼好动，正是安；另一个皮毛颜色略深，脸颊圆乎乎的，看起来更文静些。是雨。他们俩瞪大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沈文和他面前的烤鱼，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好香啊，安哥哥。雨吸了吸鼻子，小声地对安说道，声音里充满了渴望。安咽了口水，用力点头。对比起部落里的伙食，沈文做的食物格外有滋有味，他好像快吃完了。怎么办？雨有些着急地扯了扯安的胳膊，看到火堆上的鱼已经被沈文吃掉大半，安也急得抓耳挠腮。他还一直没走开，我们没法像上次那样偷偷拿了。雨犹豫了一下，看着蹲在沈文脚边默默吃鱼的野，小声提议，要不我们去跟阿文叔叔要一点。安身形一僵，扭过头，眼中满是惊色。这不行吧？阿文叔叔有可能会吃掉我们，可是叔叔让那个家伙吃了。雨听了安的话，瞬间回想起阿文在部落时的所作所为，本就不足的气势直接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只是双眼盯着野，哼哼唧唧着，颇有些不服气。安梗着脖子没法反驳，瞪着野也满是不忿，这是哪来的幼崽？他凭什么？雨哼哼了半天，眼看着鱼越来越少，最终还是忍不住地碰了下安。要不是一试呢？还没等安回答，一个冰冷带着明显不悦的声音毫无预兆地从他们身后响起，想被他撕碎的话就尽管去试试。安和雨吓得浑身一哆嗦，猛地转过头去，只见一个高大的兽人身影悄无声息地站在他们身后，来者保持着人形，他那双冰蓝色的眼眸此刻正冷冷地注视着河边的沈文，眼神里毫不掩饰地充满了刻骨的敌意和厌恶。正是隐约部落的首领叶隐。艾尔现在很生气，大老远来见心心念念的小女朋友，自己还带了礼物，没想到却被关在门外。沈文抱着野，快速穿梭在熟悉的山林小径中，那股危险虽然感随着距离拉远而减弱，但沈文心中的不安却丝毫未减。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回到那个隐蔽的山洞，关好自家的门，只留下一个不易察觉的
的通风口。怎么了？也从沈文的怀里探出小脑袋，仅剩的独眼带着明显的疑惑看向他。沈文低头对上眼那只清澈的眼眸，放缓了语气，没什么，就是森林里来了个危险的家伙。沈文完全没想过凯尔是过来找他的，毕竟经过那次之后，他连靠近都不靠近草原，绝不可能招惹到那个家伙。他只觉得这只该死的狮子不好好待在领地，非要跑到森林里来显摆武力的架势十分烦人。沈文微微蹙起眉头，看着有些猛的野，斟酌着语句，非常危险。他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野的小鼻子，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可以自己跑出山洞，知道吗？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小小的身体往沈文身边又凑近了一些，他乖巧的应了一声，表示自己听明白了。在野的印象中，沈文是他见过最厉害的兽人，他能轻易猎杀凶猛的野兽，奔跑起来就像风一样快，怎么会有比他还厉害的兽人呢？也想不明白，但他还是乖巧的答应沈文不会出山洞。山洞内火堆重新被点燃，橘红色的火光跳跃着，驱散了洞内的阴冷和潮湿。沈文甩了甩头，驱散脑中的不安，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角落里那头皮皮猪，以及之前狩猎储存的一些小型猎物，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尽快把这些食物处理好，做成能够长期保存的肉干或者腊肉比较稳妥。沈文便开始忙碌起来，也乖乖地趴在火堆旁不远处，用独眼好奇地看着沈文忙碌。温暖的火光照得他有些昏昏欲睡。沈文专注于手中的工作，石锅里的水温在烧灼中逐渐升温。就在这时，一股极其浓郁的带着铁锈味的血腥气猛地钻入了沈文的鼻腔。沈文的动作猛地一僵，几乎是同一时间，砰一声巨响，堵在洞口的厚重木板和石块仿佛被什么恐怖的巨力狠狠撞击了一下，整个山洞似乎都随之震颤了一下，碎石和木屑簌簌落下。沈文全身的毛发瞬间倒数，他几乎是本能的，在一瞬间就从人形切换回了兽形。一头体型矫健、毛色黑灰的巨狼出现在原地，四肢稳稳地扎根在地上，喉咙里发出低沉而充满威胁的咆哮，死死地盯住发出巨响的洞口。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和沈文瞬间爆发出的凶悍气息吓得浑身一抖，发出一声短促的哀鸣，小小的身体立刻缩到了沈文粗壮的后腿后面，瑟瑟发抖。还不等沈文做出下一步反应，砰，又是一声更加沉重狂暴的撞击。这一次，那块用作门板的厚木板再也承受不住，伴随着令人牙酸的断裂声，直接从中间碎裂开来，木屑纷飞。紧接着，一只覆盖着金色毛发的巨大而有力的爪子，轻而易举地将残破的木板扒拉到一边。凯尔站在洞口，金色的鬃毛在洞外微弱的光线下如同燃烧的火焰，他那双熔金般的眼眸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审视。凯尔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沈文身上，眼神坦然而直接，仿佛在看一件有趣的猎物。沈文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刻骨的畏惧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他。他没想到凯尔居然真的会找过来。你要做什么？他大声喝道。巨大的恐惧激发出更深的凶性，沈文将身体压得更低，摆出随时准备扑击的姿态。凯尔看着沈文色厉内荏的反应，喉咙里发出一声极轻的嗤笑，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他的目光越过沈文，落在了紧紧躲在沈文腿后独眼的幼崽。雄狮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语气平淡的开口：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捡一些奇怪的东西回家，可不奇怪吗？哪有兽人会去捡森林里迷路的幼崽？捕猎还说得过去，如今居然还又捡了个残废的幼崽。凯尔久违的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感觉，为此他特地降尊纡贵的来到这狭窄拥挤的森林，再见一见当时那只不知死活的兽人。他还带上了礼物，为自己当时嘲笑沈文的弱小而表示那么一丝丝的歉意。但显然相较于他，有些人就缺乏礼数。他特地登门拜访，居然还敢大门紧闭，将他拒之门外。沈文面色很差，他没有出声反驳，只是墨绿色的狼瞳死死盯着凯尔。他就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想到还会被秋后算账，这简直是无妄之灾。躲在沈文腿后的野小小的身体又是一颤，他听懂了凯尔的话，那句奇怪的东西指的就是他。一种混合着恐惧和羞耻的情绪涌上心头，也下意识地抬起小爪子，轻轻捂住了自己空洞的左眼眼眶，把头埋得更深了。凯尔的视线从瑟缩的幼崽身上移开，重新落回沈文身上。你的腿好了？沈文的心猛地一跳，左后腿不受控制地轻颤了一下。他知道自己这异于常人的恢复能力迟早会将异能暴露，但绝不是现在。凯尔是想做什么？强烈的危机感让沈文的喉咙里再次溢出低吼，全身的戒备提到了顶点。看着沈文那副如临大敌，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来拼命的模样，凯尔觉得有些可笑。他懒洋洋地掀了掀眼皮，语气带着一丝漫不经心的安抚：放松点，我现在不饿，如果我想吃了你们，你觉得凭你这点本事能反抗吗？说完，凯尔不再理会僵硬的沈文，侧身将那头沉重的角马尸体拖进了山洞，随意地丢在了一旁。随着凯尔庞大身躯的进入，原本还算宽敞的山洞瞬间变得拥挤不堪，那股强大的压迫感几乎要凝成实质。沈文立刻带着眼，小心翼翼地向侧边挪动，尽可能地远离这个危险的入侵者，同时悄悄靠近洞口，随时准备跑路。凯尔没理会沈文的小动作，他甩了甩鬃毛，仿佛抖落了身上的灰尘，这才再次看向沈文：我是来感谢你的，你就下了金，没有你他活不到现在，金很喜欢你。沈文闻言，紧绷的神经稍微松懈了一丝，但警惕丝毫未减。不管如何，凯尔存在身就够让他难受的了。他干巴巴的回应：没必要感谢我，他是太阳部落的幼崽，我对太阳部落的兽人没有任何企图。凯尔不置可否的挑了挑眉，对沈文的话没有任何表示。他将视线抬至山洞的一个角落，从刚刚开始就很在意沈文为什么要在山洞里放了一些坏掉的食物。雄狮迈步走了过去，低下头凑近那些深褐色的肉条，看起来又干又硬。凯尔闻了闻，思考了一瞬，他伸出舌头撕下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咀嚼，新鲜的味道在嘴里炸开。凯尔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对这格外新奇味道很是满意。他立刻打消了离开的念头，干脆的在火堆旁不远处趴了下来，旁若无人的开始享用起沈文辛苦制作的存粮。看着自己的腊肉被这头恶客毫不客气的吞噬，沈文气得牙痒痒，却又不敢发作。他强忍着怒气，试图提醒对方：你不用守护你的领地吗？凯尔嚼着腊肉，头也没抬，他的注意力反而
被火堆上那口正冒着热气的石锅吸引了。